男子进城5位。要走了。米芝莲，钱来呀，钱来呀。好，你好棒127节，好棒，对对。我们今天都没画。大家好，我是王启春 AD。我想回想这一段时间，回想起过去你去出国的时候，旅游市场的主流是什么？是进行购物、观光、吃东西，把行程呢排满，十分紧凑。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排满，很多人就会觉得你的行程跟人家的怎么差那么多。旅游到后来看的是价钱还是价格？我想是价值才对。我想 COVID-19 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重新描绘出疫情过后的这个世界，重新让人家思考旅行的意义。很多人认为疫情让世界回不去原来的样貌了，其实可以的。慢慢的向漫游回归自然新形态的旅游风潮正在酝酿当中。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地方是中越，那这个中越呢是后疫情时代的首发团。那你知道市场上所有的旅行团体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等，占据了热门旅游的这个版面。我认为流行的旅游胜地不应该是像网美或是只有这些地方，也不是众人拍照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常常会忽略了东南亚的美，把东南亚它剥下开发中国家的这个标签后，很多国家拥有深厚文化历史，然后呢，它充满着越看越美丽的细节。那这一些价值，你要用那种超越社会框架的视角去看这个国家，来欣赏。那我记得呢，第一次呢，我到越南旅游的时候，越南传统上的建筑是使用这个竹子啦、砖瓦啦等等建材啊。随着文化受到近代法国的影响，那加入这个钢筋啊，加入这个水泥啦、铁框等等材料，它就碰撞出什么？碰撞出耐人寻味的混血感。那这种风味就给我留下了非常多深刻的印象，充满细节的市井面貌，你只要变化一下下你的角度，那眨一下你的双眼，你知道，你就可以看见独一无二的画面。除了法式的影响，越南也与更早期的中国、印度教有融合在一起了。那它的建筑物总是搭配着不同的窗框啊。你到越南去看的时候，你看那个栅栏不同的配色、年代，有时候像不像有着不同搭配潮流的人物啊？很潮，他们各自有独具风格，却是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亮眼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茂密的这种植物总是会从那个房子探出头来哦。这种感觉呢，仿佛就是这个植物跟建筑是一体的啊，感觉是这个建筑物呢，就是跟这个植物呢，好像融为一个家的感觉。那生活环境 maybe 在东南亚或越南呢，舒适度不如欧美大城市的这个发展呢，但是却有着很多大城市它没有的生气蓬勃感。人力车、三轮车穿梭在大路小巷，一个转弯，市场上的叫卖声比比皆是。路边摊呢，
不论是卖花、卖水果、卖各式各地小吃的哦，还是呢铁路 T 级楼边啊，卖咖啡的那个小贩哦，各司其职的，对不对啊？很多地方都流露出越南市民的生活百态。我觉得旅行有很多种模式，我认为观察、漫游是一种认识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文化开始最好的方式。你换个心态啊，你永远不会去到一个让你觉得不好玩的国家，只要你换个心态、换个眼光、换个角度，每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身为外来游客的我们，也许短期的停留能走过的景点大同小异，但唯一却也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深浅住的旅游。像越南随处可见的路边美景，欧美你不一定看得到。这些辛苦讨生活的小贩们，时常呢得跟这个警察上演这个猫抓老鼠的游戏啊，那常常会发人省思，对吧？让我们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环境跟着别人的生活环境，它的差异点在哪里啊？我们当一个旅游者，其实是多么的幸福。那近年来，东南亚成为了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为什么？飞行时间很短，物价很便宜，还有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东南亚它的文化的多样性像是越南，因为地理位置而有着深厚的儒教文化以及地缘关系的占婆文化影响，再加上越南的国土非常的狭长，地形很多变化，让从南到北都有不同的风貌。你可以看得到，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越南中部。对于年纪较长的人，好了，包括我自己了哈，那是一个什么地方？电影里面常出现的直升机啦，美片里面呢，沼泽啦，美国大兵啊，兰坡啦，还有不知道从哪里会冒出来的地底下冒出来的越共，对吧？如果你从课本上去认识越南，你知道它有很长的时间呢，在历史上是向中国进贡的甚至你也记得法国，它也曾经在这边殖民过如果你从经济上去认识越南，你绝对知道越劳、越南新娘甚至呢，你身上所穿的那个可能是越南制的内衣那不过知道这些又如何都不如来一趟，亲自去走一趟。这一次就让我们来看看中越的介绍吧，让我们了解一下不同的越南。岘港，它是不是听起来很像一个港口？岘港是越南南中部的中央直辖市，也是越南的第4大城市。乍听之下，你会觉得我们要去一个港口吗？不，它是仅次于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越南中部最大以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现在它的商业非常的发达，所以越来越多的亚洲航空公司都会选择把班机直航到这个地方。在台湾当然也是一样，我们这一次搭的飞机前往岘港，来好好的旅游一下越南中部。很开心飞出国了，飞了3天。欢喜吧？在春浪，骄傲回春浪。那个我们家还是要去首发团真的太开心了。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来看一下星宇航空里面的设备到底有多么的惊人。听到了星宇航空，那我们也就知道大家又戴着口罩，我们是在疫情后首发团体，见到了很多熟悉的老面孔，很多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这一趟我们就要带来了不一样又精彩的岘港之旅岘港其实景点非常的丰富，虽然它在越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哇塞，越南呢
很落后。其实越南的经济在这几年来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哦，在亚洲国家来讲，它已经是爬得非常的快速了哦。而且岘港又有东方夏威夷之称，为什么呢？因为它拥有了经济、景点还有交通这几个因素，可以让它很容易就成为了一个国际的城市之一哦。而且呢，它的自然环境包含了它的地形、气候、地质、土壤、坡度、天然因素等等，都让它也非常适合发展成观光城市。经济环境的因素，那它的产业啦、它的经济规模啦、聚集性的经济等等因素呢，所以千万别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待岘港跟越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呢。经过了一个疫情的变化，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消费方式、很多的经济模式都产生了改变。现在你是一个强国，很难说你10年后会不会变成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现在你的经济不发达，也很难说你会不会在几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国家。那来到这边呢，各种因素之下呢，所以岘港的自由行呢，也就吸引了非常多爱好旅游的人来到这个地方。美丽的白沙滩、历史的古迹、自然的景观，它非常适合休闲度假的城市。所以呢，它也被国家地理杂志呢就评选为什么？国家地理杂志最爱评选什么？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下面是 APEC 呢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简称，它被看作的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它推动的就是贸易自由化，加强了亚洲地区很多的成员国的经济技术，把它扛拜在一起啊。在1989年的时候呢，澳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还有纽西兰等等，包括一些同盟、东盟国家，就把它联合在一起，然后就成立了这个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千万别小看了越南岘港啊，它是越南的第4大城哦。人啊有办过 APEC 呢？他在2017年主办了 APEC 的峰会，代表了中越崛起的那一种企图心。台湾当时派的就是宋楚瑜先生来代表参加，而在这个 APEC 会议结束之后呢，就建了这一个小小的纪念公园。那也别小看 APEC，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APEC 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 iPad， 不一样啊。APEC 它覆盖的总人口达到26亿哦，就是所有的成员国，那占有世界人口的40% 啊。成员国的这个生产总值跟超过19万亿美元，所以它的经济可以占到世界的56%呢，很吓人呢。而且贸易额度更占到了世界总量的40几%，所以这个组织呢，在全球的经济活动当中呢，它就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啊。那当然呢，岘港办了这个 APEC 会议啦，怎么可能办完就算了啊？我有办过这么具国际性的会议，我当然就要立一个小小的纪念碑、小小的公园，让所有来到越南甚至来到岘港的人都能够知道，我这里办过 APEC， 所以呢，办过一次呢，要炫耀很久，你懂吗？来今天你大概要做是10多分钟、10来分钟，安排我们坐船嘛，就之类的，换到坐船，好吧？
转，游览新疆、越南、नेपा我们去参与香港，这些是那以前呢，竞争离这了就8到10公里，这个风筝谁的？启定皇陵，整个越南中部也简称叫中越，最有名的启定皇陵，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启定皇陵。感谢。一进入皇陵呢，从楼梯就这样走上来，你会发现两旁就有2条巨龙擦亮眼啊，在等着你啊！这好像一首歌的歌名哈，巨龙巨龙，你擦亮眼了。因为这里是皇陵，所以要有龙，这是很正常的。那为什么要有龙呢？为什么中国的龙会在中越呢？这稍待一会儿我们再讲。你看看呢，这两旁边有这2条龙，对不对？你走上阶梯进去之后，两旁还有多尊的雕刻精细的百官石像。这个衣服上、衣饰上仍然清晰可以看得到它的花纹跟图样哦，而门面上就可以看得到中法合并的雕饰，像是呢雕着中国龙的图腾，但是却是什么法式的宫殿。启定皇帝的遗体就放在启程殿内，1比1坐姿金像之下。皇陵融合了中国、法国的风格跟特色，内部有相当大量用中国瓷器跟日本琉璃以及马赛克的技法所装饰的这种中式图腾，还有那种大理石的墙面啊，甚至有手绘龙图案的天花板啊，都在彰显这座陵墓的精雕细琢。其实在看国外的建筑，有很大的一个地方是在看什么？有的是看画作，有的是看雕刻。不管是木雕或者是石雕，这一些雕刻都可以呢展现当时那一个人的功法，还有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法。这一些都是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哦。对，这个皇陵它花了11年的时间来去兴建，是阮朝君主皇陵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但是也是最厉害、最精致、最奢华的一个哦。为什么在越南会看得到中国风，也看得到法国风？因为在越南的历史上有4次的北蜀时期，所谓的北蜀就是它北方的中国统治时期，它的持续时间呢超过1000年。当然呢，还有后现代的法国殖民时期。所以有时候你会呢搞不太清楚，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在中国的北京有明十三皇陵，很有名哦。在越南则有阮朝皇陵，这些阮朝皇陵就在中越的部分，而越南的阮朝皇帝呢，就是仿照了这个明清的建筑来建造啊。光在中越的顺化就有8座的阮朝皇帝陵墓啊，所以你知道，在
启定皇陵呢，你就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艺术品。我个人非常喜欢启定陵，因为呢，它的艺术结构是最高的。相传启定大帝是个 gay， 因为他常使用化妆品，而且上厕所呢遮遮掩掩，很怕被人家看到，而且他不近女色，只有一个儿子，与这个第二个皇帝啊明命帝呈现了几乎呢是相反的这个情况哦。其实也不能说是 gay 啦啊，因为现在的很多男孩子也都喜欢用化妆品啊，对不对啊？保养自己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让自己越来越漂亮，所以我们进来看到1:1坐像的启定陵的启定皇帝呢，你会发现到他特别的秀气啊。里面的那个蛮漂亮，很特殊哦，大家要来玩，一定要来玩 ，OK， 值得看，值得看，值得看。启定皇陵，顺化，顺化，启定皇陵。来，这是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先老师哦，李老师，老师上课在讲，你有没有在听？什么事？林老师哈，林老师哦，是林老师哈，哦，是林老师哦。这个很特别的寺庙哦，它寺庙的名称跟着我们台语发音林老师有一点像，对吧？哈，林老寺，它有400年的历史，这个很有特色的名称啊。跟着台南有一个叫做林州宫啊，谐音很像林州宫，有没有？的寺庙呢，有异曲同工的爆笑之处，但别笑啊，它有400年历史，你就笑不太出来了，代表呢很灵验啊，很有历史价值啊。天老寺又叫林老寺，为什么会有2个名称呢？我们先讲，它是顺化最古老的寺庙，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那因为以前叫天老寺，有个天字嘛，那这个就跟皇帝有冲突到了哦，就要害怕呢，皇帝呢听到这个名字，北宋，所以就把这个天老寺呢改成了林老寺。走进寺庙，我们可以看得到，7层楼高、8角柱的21米的高塔，叫做福禄塔。的塔面呢，就面向了这个湘江，是这里标志性的建筑。像船想要多福、想要多路哦，就可以绕着这个塔身呢，给它绕个几圈呢，绕越多圈，也就代表了福气满满哦。而它的对面就叫做湘江，所以呢，待会我们就准备湘江游船。我们要去游江了，这个是什么江？湘江。韩江。到底什么江才对嘞？我的江。什么江？我是江。答对了哦。我是江妈妈，所以我的江。出海才看风景。湘江可以开2个龙头公园。我搞出来一下，在游船的过程当中呢，它非常的道地，也非常的在地。你看它坐的那个船的头啊，不知道还以为是在划龙舟啊。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听听它的历史故事。我们前面不是有看到一个启定陵吗？而启定皇帝呢，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就是第2个皇帝，叫做明命帝。他刚好跟他呢是完全相反的个性呢，很奇怪的血统就是这么特别。这个明命帝呢，他呢就葬在这个叫孝陵，也是越南阮朝第2代的皇帝啊的陵墓啊。那他儿子呢明命帝的野心就非常大啊，
一心就想将这个阮朝改成像中国清朝一样大的帝国，因此呢，极力的扩张他的版图，包括了柬埔寨啦、辽国啦等等呢，都是他当时的军事范围。在他的统治底下，也对基督教开始展开强烈的镇压，导致当时的基督教的不满，这也就是埋下了什么日后入侵越南的种子。像不管是法国啦，还是其他国家啦，就是这样来的哈。而明命帝也是历代帝王当中子嗣最多的，据说爷后生就有78个，查某囝就有64个，总共呢142个人。我的妈呀，这个数量有没有像小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大肚鱼在产卵的概念啊？噗一声呢，就生了好几个出来啊！这4台大炮了，用来不是射击，不是打，4台没有在我们对面这里远看就看见了，还有5台。这4台是干嘛用来？就是呢，奔着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对面不是右面，我走我右了，是走两边。来，皇帝皇后进城了。小李子我们还来看。小李子在哪里？来，进城了哈。小李子。各位皇帝皇后进城了。我记得好久以前，我第一次来到了越南顺化古都的时候呢，感觉顺化就像一处早被遗忘的蒙尘之地。但是现在呢，人们呢骑着简单脚踏车的那种感觉已经不在了。现在很多都是 Autobike 啊，那在夏天的时候会刮着热风，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呢还不错哦。冬天来这边会有一点避寒哦。过去古都的风光虽然早已不复见，留下来是历史，但是呢，顺化呢最后一个皇朝阮氏皇朝是世界文化遗产哦，前面要加个大内，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名就叫大内，所以就叫大内皇朝，或者是大内阮氏皇朝，或者是顺化紫禁城都可以。这里叫做延寿宫，你看看取这名字要很有艺术啊，也要很聪明啊。延寿嘛，延年益寿，建在1804年啊，1945年阮朝灭亡之后，顺化皇城内有很多的建筑它被摧毁或者是消失，但是呢，延寿宫呢就得以保留，所以你看运气也好啦，取这个名字也很重要，对不对？延寿，延年益寿。你想想看啊，我们台湾以前有一个烟的牌子啊，叫做长寿，对不对啊？长寿烟，你想怎么可能有烟越抽越长寿？但它总不能叫短寿吧？那谁敢抽啊？对不对？这里变成了1993年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哦。越南其实非常具有特色啊，因为越南的北部、中部、南部呢，我觉得它呈现的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风格，游览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尤其是越南的中部，它带有非常强烈的历史特色，尤其是它的中北部跟着中国接壤，所以在这一块区域呢，就有产生很多的异国文化啦，不同的民俗风情啦，然后还有非常绝美的风景，也都在这个区块，跟着越南胡志明完全是不同风格。顺化古都其实是按照了中国当时北京紫禁城的方式来去做建筑的，虽然它的规模跟所有的宏伟程度呢比不上北京的紫禁城，当然啦，因为国土风情
还有人口数量完全都不同嘛。但相对之下，它在建筑上面小而精巧，而细心留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它这里很多留下的艺术品哦。虽然规模不大，虽然它也经历过战争的摧残，但是现在来到越南，你还是可以来这个地方看看，毕竟它所有的精彩的还是有留下来，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啊，这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特色。来出城喽！我们要离开顺化皇城了哈，拜拜，拜拜，拜拜，回眸一下，拜拜，要走了。穆斯林，钱来呀，钱来呀！身体都好。沙轮车啊，它的沙轮车人是在前面的。这种三轮人力车呢，很特别，几乎你来到越南，它跟越南有点画上等号，造型不大一样啊。它也是法国殖民时期后才在越南出现的啊。这种三轮人力车，其实呢，在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常常被看见，但是越南的三轮人力车，你看到了，它最大的不同的点在哪？就是呢，它司机是坐在乘客的后面的哈，这就很特别了哦。那这样子的设计呢，当然有一个最大的特别点，就是你在拍照特别好哦，因为呢，你的车夫啊，他不会挡住你的镜头。看到这些车夫啊，我的感触就很深啊。为什么？你想想看啊，当有疫情的时候，这些车夫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没观光客来啊，谁做啊？越南当地人又不做啊，这些是给观光客体会用的，所以我才会说，有时候人要懂得惜福啊！你看看疫情过后，我们又可以环游世界喽。很多人来到越南会发现啊，越南摩托车也很多，但是越南摩托车的问题呢，就少了那么一点啊，交通事故比较少。很多人说为什么？是他们比较守法吗？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 autobike 骑不快啊，速度没那么快啊，相对之下呢，肇事的几率就小了一点。我们现在来到了叫做灵印寺，岘港有3座同样名称的灵印寺，各具特色，各有看头，各具山头。虽然它的历史不算悠久，但却是到现在都是来到岘港你一定会参访的景点。这3座灵印寺分别在巴拿山、五行山以及山茶半岛。那山茶半岛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观音塑像，有看到哦，引人耳目，有没有？高了70公尺了，20楼啊！那是东南亚最高的观音像。那观音塑像呢，就聚在这个莲华柱上。内部呢有17楼，每个楼层呢都有21尊佛雕，表情都不一样，是笃信佛教信徒们最佳的参访景点之一。就是刚好看到，是耶，对啊，很庄严。山茶半岛除了欣赏越南的庙宇的特色美丽历史之外，也可以从山茶半岛上远眺美西沙滩，它那种延绵的海岸线呢，还有整座城市都具有不一样的风格跟特色。毕竟在山上的庙配合上
附近的大海这样融合起来的庙山海之间呢，是比较少见的风景特色哦。哎呦喂啊，还有加上这印度阿三这样子配合上去，那种感觉更是特别，也就可以代表这里非常具有特色文化，宗教包罗万象，不管你是哪里的人们，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你都可以来到这里。那个五行山哈，这边是水山，往上走，看一下有居高临下的风景。他就没写西元了哈，他就写你们的年哈。这是什么？望海那时台，候还没有用乾隆天台，那时候都用我们的那个叫望海台。这个要做什么？望海台。望海台，看海了。什么海？打海到东海。东海，原来叫东海。可以看海讲话，大家感觉累了是吗？为什么那么开心？看到你们开心，我也开心。因为旅游就是要开心啊！旅游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你的心态都必须要保持得很开心，因为你是出来玩的啊，不是出来计较的啊。所以，任何的人文风情，你都要去接受它。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还不是拎刀啊，所以不要把家里面的那一套带来，去融入、去体会当地的生活，你就不会觉得格格不入，你就会很融入那种快乐的生活。这里是由5座数十米高的山头组成，并且以金木水火土5行命名，所以很简单哦，它的名称就叫做五行山。所以山只要有一点宗教色彩，把它放在上面，那这个山就会变得很有灵验，你不觉得吗？再加上有时候有供奉一些佛在这一座山头里面呢，哎呦，那更是呢游客络绎不绝。
不知道各位来到东南亚旅游的时候，是不是常常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东南亚的人怎么都懒懒的，速度也不是很快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他们的速度很慢啊，就会认为说，哎呦，怎么速度那么慢呢？然后呢，打乱了自己旅游的情绪呢。其实千万不要这样子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不同的这个自然环境呢，就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跟人嘛，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不仅是食材，还有风土民情等等呢，还有气候因素，热嘛，所以使得他们呢，在这种反应上面呢，就会呈现这个样子。但是其实人民还是非常善良的啊，所以我才会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一句话其实把它改变一下，就是不同的环境啊，其实是一定的环境造就一定的人才，不同的地域上的人也由于环境不同，生存方式也不同嘛，地理气候也不同啊，那你的思想、你的观念当然也就不同，那你的人文历史更不会相同，那为人处事也不一样啊，没有好或坏，而这样子的文化性格特征就不同了，就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是吧？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这一趟特别动感的行程咯。这个是嘉南岛椰林去坐它最具特色的船哦。现在要去秋澎河搭竹筒船，你的眼睛在哪里？在这里。来，搭那个竹筒船。真好。螃蟹夹个巴。哦，夹个巴哈。